快看，眼前的毛驴竟然朝主人双膝跪地，恳求主人不要抛弃自己。张大爷一看彻底犯了难，老伴还等着拿钱看病，这下彻底没了主意。今天一大早，张大爷就抱着干草到驴圈喂食，看着陪了自己10几年的毛驴，像往常一样悠闲地咀嚼着干草。张大爷心里五味杂陈，尽管十分不舍，但还是很下心，把毛驴骗上车，一口气拉到了集市上。老伴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本来就常年药不离手，最近又呼哧带喘咳的厉害，要想看病没钱可不行。家里养的羊羔还没出栏，小猪仔也卖不了多少钱，思来想去，已经年老体弱的毛驴成了唯一的选择。这头毛驴已经陪着张大爷走过了10几个春秋，是他最好的帮手，如今只能忍痛割爱挂牌出售。聪明的毛驴似乎读懂了大爷脸上的纠结，他低着头，满脸失落的样子，像极了被主人抛弃的宠物。路过的顾客一看到张大爷的毛驴，都连连摇头，觉得毛驴病恹恹的样子，一看就不太健康。别说买回去干活，就是买回去杀了吃肉都得想一想。就这样一人一驴，从天亮等到天黑，始终没能等到有缘人。张大爷急得团团转，老伴的病不能再拖了。就在张大爷满脸绝望，准备打道回府时，一个买家突然出现，要花高价把驴买走。张大爷一听，连忙接过钱，不舍得把缰绳递了过去，看着毛驴十分愧疚。就在这时，一向温顺的毛驴突然脾气大变，梗着头死活不肯走，买家只能生拉硬拽，想把毛驴拖上车。没想到下一秒，毛驴突然冲到张大爷面前，大长腿膝盖一弯就跪了下去，满眼含泪，仿佛在恳求主人不要卖掉自己。山东大爷卖怀孕毛驴，刚要成交，毛驴突然下跪，一举动竟让主人发大财。养了10几年的毛驴流泪下跪，张大爷实在于心不忍，把钱还给对方，拉着毛驴就回了家。牲畜都是有灵性的，和张大爷上山下地10几年，毛驴早就成了张大爷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可老伴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，一辈子没低过头的张大爷只能向亲戚朋友张了口。兴奋的毛驴和落寞的张大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到家没几天，张大爷就惊奇地发现毛驴胃口大开，食量越来越大。一开始他以为是毛驴没被卖太兴奋了，到后来越看越不对劲，担心毛驴出啥意外，连忙请来兽医一探究竟。结果不查不知道，检查结果让张大爷高兴得一夜没睡，毛驴竟然怀孕了。正好赶上有关部门发布通知，养殖毛驴不但给补贴，还能无息贷款。张大爷一听干劲十足，觉得连老天都想帮自己渡过难关，说干就干。张大爷年过半百创业养驴，拿刚申请的贷款，先在后院扩建了驴棚，又从外地买了10多头优质种驴。谁料刚准备大干一场，就遇上难题。张大爷的创业计划能成功吗？老毛驴怀孕向主人下跪求救，一个举动竟给主人带来100万财富。张大爷的毛驴养殖事业刚刚起航，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，新引进的小毛驴就出事了，个个上吐下泻，精神萎靡。这些毛驴都是张大爷花高价从外省引入的，一旦出事损失惨重。张大爷心急如焚，还以为是水土不服的自然反应，就给喂了些板蓝根缓解症状。没想到几天过去，有好几头只拉不吃，都饿虚脱了。看着眼前的惨剧，张大爷愁得睡不着觉，大几万的贷款还没回本，毛驴就出事了。张大爷不肯轻易认输，他重整旗鼓，先是请兽医给每头毛驴检查身体，然后把驴棚从头到尾打扫干净。经过仔细排查，兽医最终确认是毛驴的饲料出了问题。张大爷连夜把仓库里的饲料全都搬走，和周围其他养殖户进行交换，换回好几吨新鲜的桔梗，饲料问题才完美解决。张大爷不但度过了难关，还靠自己的养殖经验总结出一套毛驴养殖食谱。短短1年，张大爷家的毛驴个个皮毛光滑，长得膘肥体壮，种驴经过交配都怀上幼崽。到了出栏期，转手一买，刨去成本，张大爷1年收入几十万，后来一度年入100万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养驴大户。老毛驴作为家里的原住民，不管后来有多少年轻力壮的毛驴出现，老毛驴始终是张大爷的宝贝，比单独养在家里再也不用担心被卖掉。